三搭合作，郭雨欣、王浩真新剧开机，治愈救赎题材引期待。那天是4月16日，空气里带着一点点初夏将至的温度，阳光不算刺眼，却刚刚好的落在摄影机、道具车，还有演员们略带期待的脸上。好雨之时节的开机仪式，没有刻意渲染的喧闹，却自带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。或许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温柔的意味。好雨之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一场刚刚好的雨落在刚刚好的时间。而这一次，他们的重逢也像这样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其实是有点愣住的，不是惊讶，而是一种带着熟悉感的惊喜，他们又合作了。第3次，在这个节奏极快、组合频繁更替的影视环境里，三搭这件事本身就带着一点点不寻常的重量。它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，而是一种被时间验证过的默契，一种在镜头内外逐渐沉淀出来的信任。他们的故事其实要从更早一点说起。还记得国民老公带回家吗？那是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这对组合的起点。那个时候的郭雨欣饰演乔安好，温柔却不软弱，倔强却又带着一点点隐忍。王浩真则是陆锦年，表面冷淡克制，内心却翻涌着长达10几年的情感。那部剧里最打动人的，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那种明明很爱，却总是差一点点的遗憾。13年的暗恋，错过，隐忍，再错过，每一次擦肩，都像是在观众心上轻轻划一道口子。他们的对手戏没有过多的表演痕迹，更像是两个人真的在经历一段漫长的感情。一个眼神停顿，一次不自觉的回头，甚至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都被放大成情绪的核心。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，观众记住了他们，不是因为 CP， 而是因为真实。后来是流星，相比第一部的克制，流星多了一点轻盈，却依然保留着他们之间那种难以复制的情绪张力。很多人会说，他们之间的感觉并不是刻意制造的甜，而是一种慢慢渗出来的温度，像夜晚窗外的灯光，不刺眼，但会让人不自觉地停下来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好雨之时节的消息传出时，评论区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：他们终于又合作了。不是又有新剧，而是他们。这2个字本身就带着情绪。好雨之时节的故事看起来并不复杂，两个在生活中受过伤的人，在某个并不刻意的时间点相遇。从最初的疏离、防备，到慢慢试探，再到一点点靠近。没有刻意制造的对立，没有为了冲突而冲突的剧情，也没有那种让人疲惫的情感拉扯。它更像是一条河，不是湍急的洪流，而是缓慢流动的水。你不会在第一眼就被它震撼，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它带走。剧中，郭雨欣饰演的10岁是一个看起来很坚强的人。她独立、果断，面对生活的时候，总是习惯把所有事情扛在自己身上。她不轻易示弱，也不轻易依赖别人。但真正让人心疼的是这种习惯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一个人之所以看起来无所不能，只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。郭雨欣在处理这种角色的时候，有一种很细腻的控制力。她不会用夸张的情绪去表达痛苦，而是用一些很轻的细节，让人慢慢意识到这个人物的内心。比如一个短暂的沉默，一个看似随意却刻意避开的眼神，一次说话时略微的停顿。这些地方不张扬，但会让人记住。而王浩真这一次的角色则带来了明显的反差。很多观众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之前那种冷峻、克制，甚至带着一点距离感的形象。但在好雨之时节里，他饰演的男主却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不是那种刻意暖的设定，而是一种从内而外的柔和。他会认真听别人说话，会在对方不需要的时候保持距离，在对方需要的时候默默出现。他的情绪不是外放的，而是稳定的、安静的。这种角色其实更难演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变得平淡，甚至失去存在感。
但如果处理得好，就会像空气一样，你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注意到它，但一旦离开，就会立刻感到不适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这次的合作抱有很高的期待，不是因为新鲜，而是因为变化。当一个演员在观众已经形成固定印象之后，选择去挑战完全不同的角色，本身就需要勇气。而当这种改变发生在一个已经建立起默契的搭档关系中时，就更容易产生新的火花。他们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变得更加耐人寻味。从曾经的隐忍与错过，到现在的治愈与靠近，这不仅仅是角色的变化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关系进化。你会开始期待他们这一次会走向一个怎样的结局。而在幕后，好雨之时节的另一个重要名字是导演施帆。如果你熟悉近年来的女性向情感剧，大概率听过这个名字。她的作品很少依赖强烈的戏剧冲突，而是更注重情绪的流动和人物的内在变化。她擅长拍感觉，光影的运用、镜头的停留、人物之间的距离，甚至是环境的选择，都会被她用来强化情绪。他之前的作品《红糖姜汁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故事本身并不复杂，但却因为细腻的表达，让很多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鸣。不是被剧情刺激，而是被情绪包裹。这种创作方式其实和好雨之时节的气质是非常契合的。一个讲述慢慢靠近的故事，需要的不是快节奏，而是耐心。需要让观众有时间去理解人物，有空间去感受情绪，而不是被不断推进的情节推着往前走。所以，当导演、演员、故事三者在气质上形成一致的时候，这部剧的底色其实就已经被确定了。它不会是那种一上线就引发巨大讨论的爆点型作品，但很可能会成为那种被反复提起的心头好。你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刷完它，但会在某个安静的夜晚，突然想起某一段情节，然后重新点开。这就是治愈系的力量，不是瞬间击中，而是长久陪伴。当然，也有人会问，这样的故事在现在的市场里还能打动人吗？在一个充满反转、冲突、节奏越来越快的环境中，一部讲慢慢相遇、慢慢理解、慢慢靠近的剧，会不会显得太轻了？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才显得珍贵。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那些强烈的情绪刺激了，习惯了必须要有高点，必须要有爆发，必须要有让人立刻产生反应的内容，却很少有作品愿意让情绪自然发生。而现实生活中，大多数的情感其实都是慢的，不是一瞬间决定爱与不爱，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也许正是这种真实，才是好雨之时节最重要的底气。回到开机那一天，有人说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一切都变得很自然，没有刻意的互动，没有夸张的亲密，但就是让人觉得，他们本来就应该站在同一个画面里。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去解释，它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长出来的，是经过时间、合作、理解之后自然形成的一种状态。所以当镜头真正开始运转的时候，你会相信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成立的。而这也许就是观众最在意的一点，不是剧情多复杂，不是设定多新奇，而是我能不能相信他们。如果答案是可以，那么这部剧就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剩下的就是时间。时间会让情绪沉淀，也会让故事慢慢展开。也许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你会因为一段对白、一场对视，或者一个很普通的日常片段，而突然停下来，然后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已经被这个故事带进去了。这时候，你可能会轻轻地笑一下，也可能会有一点点说不清的感动。所以，好雨之时节到底会不会成为下一部爆款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会不会成为那种让人愿意记住的作品，一部在喧闹之外依然安静存在的剧。而对于郭雨欣和王浩真来说，这第三次合作也许不仅仅是一次新的开始，更像是一种延续。
从青涩到